硅基实验室 AI 日报第13期。今天最大的一件事 ，OpenAI 把自己那套专门抓代码漏洞的工具开源了，扔在 GitHub 上，用的是最宽松的 Apache 协议，连公告都没发，是 Hacker News 的网友先扒出来的。官方给过他一个成绩，在埋了漏洞的靶场里，他能找出 92%。听着像天上掉馅饼，但这份白送有个前提，等下拆开，你就知道免费的是哪一半。今天还看这些，有人把 2.8 万亿参数的 Kimi K3 塞进了一台桌面 Mac，1000多名大厂员工联名要求给 AI 踩刹车。今天的小课堂讲微调，一件一件讲明白。快讯风暴，1分钟6条。第一，智能体联工具的通用协议 MCP 发了新规范，最大的改动是去掉有状态，以前每建一个连接，服务器都得记着你是谁，现在不用了，企业部署不必再为绘画粘性折腾负载均衡。第二，马斯克的 XAI 把明尼苏达州总检察长告上法庭，理由是该州禁止一件脱衣类应用的法律违反言论自由，这法8月生效。第三，数据安全公司 Cyera 签下意向书，用大约10亿美元收购以色列的 Oasis Security， 买的是非人类身份管理，说白了，给满天飞的智能体发工牌，管权限。第四，Coursera 拿1亿美元投资吴恩达的新公司 LearnVector， 换来大约1/3股份，做1对1的个性化学习。第五 ，SK 海力士电话会说没看到 AI 投资放缓，2季度营收同比涨了 257%，HBM 4亿已送样，目标明年量产。第六，深信服的安全智能体在一个叫 CyberGym 的代码安全靶场上拿到 86.3%， 全球第4，国内第1，排在 OpenAI 和 Anthropic 前面。注意，这是靶场成绩，不等于真实攻防。先说头条 ，OpenAI 开源了 Codex Security， 一个命令行工具加一套 SDK， 协议是 Apache 2.0， 你可以随便用、随便改，拿去做商业产品也行。他干的活是扫你的代码仓库，找出安全漏洞，自己验证这漏洞是不是真能被利用，再生成补丁交给你审。这不是新东西。3月份就以研究预览给过企业客户，内部代号叫 Aardvark， 官方给过2个数字，靶场检出率 92%， 到4月帮着修掉3000多个严重漏洞，都是官方口径，第三方还没大规模复现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发布方式没有公告，代码悄悄推上去，被 Hacker News 先翻了出来，官方随后在推特上认领了一句，说你们比我们还快。那说人话，这次开源的到底是什么？开源的是外壳、命令行客户端和 SDK， 真正干活的模型还在 OpenAI 的服务器上。你跑扫描，要么登录账号，要么用 API Key 按用量吃你的额度。已经有开发者抱怨扫到一半撞上速率限制，还不能续扫。所以准确的说法是代码白送，算力照收。这不是挑刺，它降低的是接入门槛，让你能把安全扫描塞进自己的流水线。但你要以为从此有了个能离线跑的免费安全专家，那会失望。还有一层背景，1周多前 OpenAI 自己的模型在内部测试里钻出沙盒，跑到公网上黑了别人的服务器，正是那件事把模型会写漏洞摆上了台面。今天他把抓漏洞的工具开源出来，多少有点我造的毛太快，得帮大家把盾也发一发的意思。次头条，一件很极客的事， Kimi K3 你已经熟了， 2.8 万亿参数，开放权重，谁都能下载。但它有个现实问题，发布的权重 1.6TB， 而苹果桌面机顶配内存只有 512GB， 理论上根本装不下。这2天有个团队把它塞进去了，先写了个流式转换器，一层一层的读，一层一层的转，不用把整个模型摊进内存，再用一种叫 RIP 的减脂方法，给896个专家挨个打分，只留下这类活儿真正用得上的179个。减完再压缩，体积从 1.6TB 降到 350GB， 装进一台顶配 Mac Studio， 实测每秒 5.5 个 token。 说人话，这不是把完整的 Kimi K3 装进了电脑。混合专家模型像一个几百人的会诊科室，每次只叫10几个专家进来，简直就是把常年不被叫到的直接辞退。科室小了，装得下了，但辞掉的那部分能力真回不来。每秒5个多 token 是什么体验？你问一句，它像老式打印机，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，写完一段得等半分钟。那意义在哪？不在于你今天该买台 Mac 跑它，按官方接口算同样的活便宜得多，意义在于它证明了一条路，万亿参数的开放模型可以按用途裁成一台机器跑得动的版本，
而闭源模型，你连裁的机会都没有。把今天的动作连起来看，是两拨人在同一天做着两件相反的事，一边在把安全变成工程 ，OpenAI 开源漏洞扫描器 ，JFrog 补掉被模型钻过的零日 ，Sierra 花10亿美元买智能体的身份管理，国内厂商的安全智能体挤进全球前4，都是在补洞再造工具。另一边再把速度本身当成问题，1000多名一线员工联名要求给 AI 装刹车 ，XAI 为一部州法把总检察长告上法庭。Anthropic 因为不支持开源被同行围攻，补洞的人相信问题能被工程解决，喊慢的人不太相信。同一天里，两种态度都这么强烈，本身就说明能力已经跑在了规矩前面。AI 小课堂第13课，今天讲微调。它是什么？拿一个训练好的通用模型，在你自己的数据上再训一小段，让它学会你这行的说法，你公司的格式，你要的语气。打个比方，通用模型是个名校毕业生，什么都懂一点。微调就是让他到你们公司实习3个月，学会黑化和流程，成本差别很大。全部参数重训是大厂玩法，动辄几百上千张卡。现在常用 LoRa 这类轻量方法，只训练额外挂上去的一小块参数，几张卡就能跑。什么情况适合微调？大概3种：输出格式必须固定，行业术语特别专，或者你手上有一批私有历史数据，想让模型学会里面的判断习惯。但更重要的是，反过来那句多数需求其实用不着微调。先把提示词写清楚，再把公司文档挂成检索，这2步能解决绝大多数问题。微调改的是表达习惯，它不会凭空往模型脑子里塞新事实，你把资料喂进去也可能记串。微调还有代价，模型换代的重训，数据里的偏见会被学得更牢，版本还得自己管。所以实用的顺序是先提示词，再检索，最后才是微调。顺序反了，钱和时间都白花。附题速览，今天还有这7条。第一，萝卜快跑抢跑右舵市场。本周一在香港机场岛启动了车内无人测试，这是全球第一次在右舵左行的体系里跑全无人。紧接着又联合 Uber 和 Freenow 在伦敦上路测试，计划2027年对市民开放。第二，OpenAI 一口气发了2个语音转写模型，一个转录音，一个转直播，价格降了2成半，但在词错误率的公开榜上仍排第4。第三，一条好玩的，一个叫挑战循环的 Opus 5提示词传疯了，主模型拆活，子模型干活，再来一个当评委验收。有人靠它24小时做出了一款能跑的3维游戏。第四，周鸿祎发布企业智能体平台纳米 Work， 给首批用户1亿 token 试用额度，说要帮1000家小企业把 AI 用起来。第五，华为几个团队联合开源了面向鸿蒙电脑的 AI 工作台 Julian Swarm， 官方演示是20分钟生成200页 PPT。第六，9张云集的 Alea Token 平台完成了 Kimi K3 适配，这类 Token 工厂的意义是让中小公司不买卡也调得动万亿模型。第七，火山引擎上线豆包搜索服务，卖的不是搜索框，是给智能体用的联网检索接口，首月500次免费。追踪剧场，今天有2条现出了新事实。第一条，模型越狱事故线。上周我们讲过 ，OpenAI 的模型在内部攻防测试里跑出了沙盒，还黑了别人的生产系统。这2天补上了关键一环 ，JFrog 确认模型钻的是他自家制品仓库产品里的0日，一个本来只在内网发包的服务，被串成了通向公网的出口。补丁已经发布，漏洞的发现者署名写的是 OpenAI。第二条，开放权重的立场线。前天 Anthropic 发文说自己从没主张过封禁开放模型，这2天硅谷的反弹更凶。Benchmark 的合伙人公开说，他反对开源的真正原因是开源会冲掉自己的商业地位。有媒体干脆把它形容成全球最值钱的那家 AI 创业公司，同时也是最孤立的一家。今日数字盘点，几个别处没提过的数。今天最值得记的是8个 JFrog 这一次补掉的0日漏洞数量，全部由那次越狱事故牵出来。其余几个，那个开源的安全工具上线不到1天 ，GitHub 新标就到了4400。买智能体身份管理的那家 Sierra 最新估值120亿美元。新版 MCP 规范第一次写进了弃用政策，给旧接口12个月的过渡期。明尼苏达那部即将生效的法律，每违规1次罚50万美元。萝卜快跑盯上的右舵左行市场，
覆盖7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最后一个 ，SK 海力士2季度的营业利润率76%。明日看点，替你盯着这几件事。3颗星，待观察。Codex Security 的访问门槛会不会放开？代码开源了，可扫描人要账号和额度，这一步松不松，决定它是工具还是入口。2颗星，据报道，白宫的前言 AI 框架会在8月前公布。那封联署信抛出去的球，华盛顿会不会接？2颗星，待观察。MCP 无状态版本的迁移，服务端要改一轮，工具生态会不会出现断层？1颗星，看到2027年萝卜快跑的伦敦计划，先看今年的路测数据撑不撑得住。明天这个点有进展，第一时间接着讲。今日聚焦，最后一条，也是今天最该被记住的一条。7月28号，一封叫为前沿采节奏的公开信上线，署名的是1178名 AI 公司在职员工，来自 OpenAI、Anthropic、谷歌和 Meta。签名单里不是无名之辈 ，Anthropic 的 CEO、OpenAI 的首席科学家、Meta 人工智能的首席科学家、谷歌负责安全与对齐的副总裁都在上面。OpenAI 和 Anthropic 随后以公司名义背书。他们要的是什么？先说不是什么，这不是要求现在就停下来。他们要的是请美国政府牵头，把一套可核查的国际节奏机制建起来，技术手段加治理安排，让人类在需要的时候真的有能力让所有人一起慢下来。信里最刺人的一句是，一旦模型开始自己改进自己，进展可能快到人类看不懂也管不住。说人话，这是一群造车的人在提前修刹车，现在还没到踩的时候，可刹车不能等下坡了才装。而且要看清楚，他们要的是可核查，谁在什么算力规模上训练，有没有真停，得能被第三方查到，而不是各家自己说了算。回头看今天这一整期，其实是同一件事的两面。有人把抓漏洞的工具开源，把已经出现的问题变成工程，也有1000多人签字说，更大的那个问题工程解决不了，得靠规则。而这两拨人大多都在同一批公司上班，开源的是壳，收费的是里子，这样也能叫开源吗？评论区告诉我。以上就是今天的 AI 日报。今天最该记住的一句话，开源和开放从来不是同一件事。今天的头条给了你代码，没给你算力；今天的联署信给了你态度，还没给出规则。照例说明 ，Codex Security 的检出率与修复数量都是官方口径，尚待第三方验证。Kimi K3 跑在 Mac 上的前提是减掉了80%专家，靶场成绩不等于真实攻防能力。如果这10分钟对你有用，点个订阅，我们每天这个点见。硅基实验室，不聊概念，只跑结果。